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水龟节温器。一般来说，多数车辆啊，我先拆开好了。以多数车辆来说，水龟座就是它这一块后半部，这个是水龟盖这边。然后多数车辆它的水龟座就是后面这一部分，多半都是跟气缸上盖坐在一起。那因为我不可能找一颗气缸上盖来跟你们解释，所以我找一颗就是这种分离式，它是一体式的，它的水龟座盖，它的水龟主体整个它是分离式的，它这边还有另外再接一支管子，它通到气缸上盖。那一般来说，多数车辆它的水龟节温器跟水龟盖，它就是长这样子。然后这个座多半就是气缸上盖，就是摇臂，就是锁摇臂啊、锁气门那一块，气缸上盖，它是坐在一起的。那少数车辆它会像这样子，它是独立出来的。其实这个各有利弊啦，我是觉得，因为多数来说，这根管子再延伸回去水道的那个管子多半是铁的，那多了这一节，也就会造成说很有可能会增加生锈漏水的几率，因为毕竟它的结合处更多了。那以这种形式的水龟设计来说好了，这一根就是刚刚讲的，它就是连接到气缸上盖的水道那边，然后这两根就是热水管。热水管基本上它的热水管就是进去驾驶室里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要吹热风啊，吹什么，就是靠这两支水管去做供应。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它这边这个双层，这个是双层的水龟，双层的节温器。它这个刚刚好像装错了，算了，反正这不是我的车。那可以看到它这边后面多了一个盖子，它就是在控制这边这个另外一个水道的进出口。像这个水道就是来到这支管子，然后这一边这个它就没有挡到，这样应该看得出来啊哈。正常来说，它是装这样子的。这个水龟的垫片也都稍微膨胀了。然后为什么今天会聊这个问题？聊水龟这个东西，是因为现代的车辆啊，很多都已经改成是电子式节温器，它的开关它是靠一颗马达下去控制。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透过修改电脑去改变它的开启温度。像传统式水龟的话，像这一颗是71度的，这边有写71度。那这个在换水龟的那一片里面，我大概有稍微聊到一些。那刚刚讲到电子式节温器，因为它
修改，你要去修改它的开启温度，就是透过修改电脑的程式就可以达到了。所以这个不在今天的调整，今天的聊的范围。那今天聊的还是比较处于这种机械式的、传统式的节温器，因为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车子其实仪表板上面那个水温表，它的容错率很高，它可能一样的刻度，譬如说，水温上来以后，工作温度，因为正常来说，多数车辆它的水温表，它的工作温度都在中间上下一点点，这个是它的误差值。那问题来了，它的表指针是在正常范围内没有错，问题是它可能实际代表的温度差距会很大。像有些老车，或者说你的水温表有点故障的话，它很有可能它的指针在中间，但是它已经在临界值上了，你只要温度稍微超过，它直接就是飙到底。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啦，如果可以的话，加装一个水温监测表会比较好，因为毕竟加装式的东西，尤其是电子式的，你只要你的侦测的那个感应快，就是这个，你只要位置装对了，不要差太远，多半来说，它的准确率都会不错。然后像在装这个外加式的水温表的时候，你要记得哦，像这一个有没有？这一个有电线的这个就是它的水温侦测头。你这个你不要朝上哦，你如果朝上的话，因为它那边有一个锁螺丝，它有一个通道在那边。如果你这个头是朝上的话，很有可能会很容易有空气累积在那边，它会去干扰到这个水温侦测头它的准确性，因为空气在的话，它特别容易受热，所以测出来的温度会不准。所以一般我们在装都是装水平，有没有？就像我这样子，它这个头就是歪一边，像水平的，不要往上就对了。那就像刚刚讲到，因为天气越来越热，温度越来越高，势必我们这种比较旧型的车辆，因为说实在话，它当初可能也设计的时候，可能不会去考虑到，会出现这么极端的温度，所以我是建议啦，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有机会啦，你们刚好必须要更换节温器的时候，你们可以考虑看看要不要换低温一点的节温器，因为像我们这型车 TL-3，它原厂的节温器温度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82度吧，80几度我忘记了，我要看一下之前那个换水龟那一片。你们可以去换温度低一点的，譬如说你是80度的，你可能可以把它换成75度左右，就是你也不能降太多哦，因为这个会关系到一颗引擎的工作温度，因为每颗引擎它都有它自己的工作温度存在。以一些高性能车来讲好了，他们多半来说，他们的工作温度都会比较高。假设好了啦，我现在假设，如果你的节温器上面的温度，譬如说是85度好了，它是85度，你如果把它改成70度，或者甚至更低，这很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引擎一直达不到它该有的工作温度。这个对引擎的油耗跟引擎的磨损会有不好的影响哦，这个要去注意。
一般来说都是建议就是可能降个5度8度就大概差不多了，因为多半来说节温器安装的位置，我们假设这个是引擎好，这个是引擎本体好了，它多半水道从这边进去，散热完的水从这边进去，然后每个气缸在这边，它把气缸所产生的热带出来以后，带到节温器这边，然后再透过这边回到上水管，回到水箱去做散热。那势必这边的温度会比气缸周边的温度稍微高一点点，因为它带热的过程中，从这边往这边带过去。每个气缸它在带温度的时候，它一定是带到越往后越热，所以说节温器温度的更改不需要差太多。还是一样，假设你是85度，你可能改成78度或者75度，大概差个8度10度应该还 OK 啦，不要差太多就对了。那关于节温器的更改，可能因为车型太多，我也不是，我对很多东西这个我没有很准确的资料可以跟你们讲说什么车可以改几度，或者说什么车可以留用不同的节温器，因为有时候节温器这种东西它只分形状大小，比如说双层的、单层的，或者说这个外径的大小跟它的宽度，它只差别在这边，它不会去因为厂牌，譬如说本田的不能装30的，或者说福特的不能装马自达的，这个没有很硬性的区别在。那关于这个的更换，可能你们去找一间可能保养厂他们都会知道啦，或者说找一间比较老牌的材料行，你可以去问他们，他们多半都会知道，因为保养厂在叫零件也是透过材料行，那有时候因为材料行他们一定知道什么车该装什么东西，但是当保养厂他们在叫零件的时候，可能他会说为什么要装到，为什么要叫几度的，久了他们就会知道。像以我们这型车来讲好了，我那时候是没有更改我的节温器温度，是因为我忘记了，而且更改节温器的话，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温度感知器，这个要记得一定要跟着更换哦。像这一颗是，我看一下，像这一颗上面显示的是160度，这个应该是华氏，有没有160度？然后节温器这边是摄氏71度，这个要稍微换算一下，好像差不多啦，这两个温度值差不多。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如果你更改了你的节温器温度以后，最好这一个也能够顺便做更换。你不要说这两个温度差太多，因为毕竟不管你是几度的节温器，当它开启之后，就代表着大量的热水会通往水箱。那这个的功能就是它会去侦测温度，当温度到了以后，它会通知车电脑，让风扇开始运转，进行快速的散热。今天如果说节温器开了，然后你这个却没有送出讯号的话，散热效果会稍微差一点啊，因为毕竟我们更改节温器的开启温度，就是因为想要得到更好的散热嘛。
那当今天节温器打开以后，开始进行热水的循环，但是却得不到散热风扇的辅助的话，你的当然如果你在行进过程中，这个差异可能就不大。如果你是在慢速行驶或者在塞车的过程中，节温器开了，但是你的散热风扇却没有动，这个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哦。因为可能你的水箱多数来说，水箱现在的水箱啊，它的本体金属的部分都是铝的，然后上面上下的这一块都是 ABS 的，然后在它的夹层那边就是有一层橡胶，就是防水片。你今天如果高温水过来以后，你车辆并没有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因为没有撞风，然后你的水箱风扇又没有运转的话，你可能会让你的水箱额外的去承受了比较高的温度，那这个很有可能会导致水箱的寿命降低哦，因为毕竟 ABS 跟里面的橡胶，它很容易因为温度的过度高温，它会导致它的变质。像譬如说里面的这种防水垫片啊硬化，它就会开始漏水，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原则上来说啦，你可以只改这个，但是它的效能更改的意义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如果你跟着连这一颗一起改的话，那你的整个散热效果，整个引擎的散热循环效果就会获得比较好的改善。这个是重点。你当然啦，你可以不换，因为这个就真的就有分车型了，因为它的螺牙跟它的宽度、大小、长短，这个都有分车型。我是知道有的车型真的找不到的话，他们会在水龟盖上面自己钻洞，自己装，或者外加式的话，有的也会这样子做。但是，因为毕竟如果你弄坏了，就是换个盖子而已。所以是有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比较好解决啦。反正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的车还是使用这种传统式的节温器的话，你们可以考虑看看，因为毕竟每个人用车环境不一样。如果你很常开，然后又很常在市区塞车的话，如果刚好又有这个机会，你们可以考虑看看把节温器的温度改低一点。那改的幅度可能你们可以问问看保养厂的意见，或者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就稍微降个5度、8度都可以。然后重点就是要记得哦，如果可以的话，连着这个温度感测器一并的更换。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今天这个节温器的改装建议就到这边咯。好，谢谢各位，拜拜。